那些日常习惯正慢慢杀肾养癌。肾脏是我们身体的沉默英雄，不声不响地帮我们过滤血液中的毒素和废物。然而，正因为它太沉默，大多数人往往在肾脏功能流失了90%之后才发现异样，那时往往为时已晚，可能面临透析洗肾的命运。而且肾衰竭带来的不仅是排毒问题，还会导致重度贫血，因肾脏无法制造足够的红血球生成素，骨质疏松，因活化维生素 D 不足造成钙质流失等一系列并发症，全身机能都陷入失衡状态。试想想，一旦肾衰竭，生命质量骤降，我们甚至需要每周数次靠机器替代肾脏工作。如此惨痛的情景，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点一滴日常坏习惯累积而成。据统计，全球约有1/10的成年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肾脏病，而许多患者直到晚期肾衰竭前都没有明显症状。在台湾，由于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盛行，洗肾人口已接近10万人，比例居世界前列。台湾甚至被称为洗肾王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需要洗肾的病患多半肾病元凶并非什么罕见绝症，而正是我们每天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使然。可见养成良好习惯，预防胜于治疗有多么重要。我们今天就来揭晓5个常见却致命的坏习惯，如何让我们的肾脏日渐受损，也让癌症有机可乘。同时，我们也会分享一个出乎意料的护肾秘密武器，每天只要喝一样东西，再加上一个神奇配方，就可能扭转乾坤，在短短3个月内让肾功能狂升35分。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真实案例就在眼前。60岁的林女士罹患糖尿病15年，一直以为血糖问题无非就是多控制饮食，但有一天她发现小便出现异常，泡沫明显增多，久久不散。当时她不以为意，以为是水压问题，直到例行体检时，医生皱起眉头，她的肾小球过滤率 GFR 只剩下50分左右，出现了微量蛋白尿。这意味着她的肾脏正走向慢性肾病变的早期阶段，如果任由发展，未来几年内可能进展到不可逆的肾衰竭。对一位年逾花甲的女士来说，这无疑是一记当头棒喝。幸运的是，她遇到了肾脏专科医生洪永祥。洪医生没有立刻开药，而是先追问她的日常生活习惯。原来，林女士多年来每天只在口渴时才喝水，平时爱吃高蛋白食物，以为营养补充，缺乏运动，经常熬夜。饮食上偏好重咸重甜的加工食品，这不就是肾脏的5大天敌全占齐了吗？洪医生告诉她，要逆转肾脏病变，必须刻意改变生活。接着，他给出了一套5招护肾方案，外加一个特别的饮品秘方。令人震惊的是，林女士严格执行后，短短3个月再复查，她的微蛋白尿竟然几乎消失，肾小球过滤率一举回升到60分以上，肾功能评分狂飙35分，相当于从中度肾损伤回到了近乎正常水平。洪医生指出，像林女士这样透过生活方式逆转肾功能的案例并非个例。她治疗的许多慢性肾病患，只要愿意配合调整饮食作息，再辅以适当药物控制，大多都能在3到6个月内看到肾功能指标的改善。有些患者甚至因此延缓了洗肾的时间，重获掌控健康的信心。可见改变习惯的力量有多大。林女士兴奋地说，原来每天一杯黑咖啡竟是护肾的关键。更让她惊喜的是，原本清晨偶尔出现的眼皮浮肿、脚踝水肿现象也不见了，整个人精神明显好转。洪医生也为她感到高兴，称赞她严格执行计划的决心帮了大忙。没错，这位医生推荐她每天喝的正是黑咖啡加上一样东西。我们稍后揭晓这杯护肾霸主特调的奥秘，但在此之前，我们先来拆解一下，究竟是哪5种习惯在慢慢杀死我们的肾脏，同时也让癌症有了可乘之机。习惯1，不爱喝水。第一大坏习惯就是很多人都中招的饮水不足。肾脏就像人体的污水处理厂，水就是冲刷毒素的载体。试想，如果厨房下水道长期缺水冲刷，管壁会积满油垢，垃圾终至堵塞。我们的肾脏也一样，需要源源不绝的水流来冲走代谢废物。如果平时喝水太少，
尿液无法充分把代谢废物冲出体外，这些毒素和废料就会积存在肾脏和尿路，长期下来对肾脏细胞造成慢性伤害。你也许觉得我不渴就不用喝，但事实上，当你感到口渴时，身体早已处于缺水状态。长期轻度脱水会使肾脏负担加重，过浓的尿液甚至容易形成肾结石，加剧对肾脏的损害。而且水分不够，等于给了细菌繁殖机会，泌尿道感染风险上升，也可能波及肾脏。更可怕的是，环境干燥缺水时，我们血液中的毒素浓度升高，全身细胞都在氧化压力下煎熬。这种慢性发炎的内环境正是癌症喜欢的土壤之一。许多癌细胞喜欢在慢性炎症的环境中滋长，所以不爱喝水不仅伤肾，还等于间接养癌。相反地，养成主动喝水的习惯是最简单的护肾行动。洪医生建议，如果没有严重水肿、心衰等需要限水的因素，一般人应该刻意计算每天喝水量，约为体重的 3% 至 4%。 换句话说，一个50公斤的人一天至少要喝下1500到2000毫升水。为达成这目标，可以准备一只带刻度的水壶，提醒自己定时喝水，不要等口渴再喝，让肾脏时刻有充足的水分来工作，才能避免毒素累积伤肾。顺带一提，有些人嫌白开水没味道，就拿含糖饮料或奶茶来替代水，这可要不得。含糖饮料不但不能真正解渴，其中的高糖分和咖啡因反而可能利尿脱水，让血糖骤升，进一步增加肾脏负担。对肾脏最好的是白开水或淡茶水，千万别用汽水、手摇饮料来充数。习惯2，蛋白过量饮食。现代人养生常说，多吃蛋白质增强体力，但对肾脏而言，蛋白质过量摄取绝对是个隐形杀手。肾脏的工作之一就是排出蛋白质代谢后产生的含氮废物，如尿素氮、肌酐。摄取蛋白太多，废物产生就更多。肾脏的滤网肾小球需要超负荷工作，长此以往会加速肾小球硬化，功能衰退。很多人以为蛋白质摄取多多益善，但其实超过身体需要的蛋白质并不会转化成额外的肌肉或能量，反而只会转变成含氮废物堆积，平白增加肾脏负担。真正塑造肌肉的关键在于训练，而不是盲目猛吃蛋白。许多慢性肾病患者在饮食上第一要务就是限蛋白，以减缓肾功能恶化。对于健康人而言，长期高蛋白饮食虽不会立刻让你肾衰竭，却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损耗你肾脏的寿命储蓄。特别是近年流行的高蛋白减肥法，健身狂摄蛋白粉，如果没有同步增加水分，定期监控肾功能，风险极大。不仅如此，高蛋白食物往往伴随高磷、高嘌呤，比如红肉、动物内脏、海鲜等。磷太高会损伤肾脏和骨骼，嘌呤代谢产生尿酸，高尿酸又会伤肾，并且引发痛风。而从致癌角度，高蛋白饮食通常意味着吃大量红肉、加工肉，这些可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明确致癌物。想想每天把香肠、培根当主食，短期内或许练出了肌肉，但长期下来可能不知不觉埋下了肾病和肠胃癌变的风险。追求强健体魄无可厚非，但别光顾着堆积肌肉，却把自己的肾脏给拖垮了。对策其实很简单，刻意限制蛋白质摄取在合理范围。一般而言，成年人每公斤体重每天需要约 0.8 克至1克蛋白质，也就是说，一个60公斤的人每日蛋白质总摄取量应控制在50到60克左右。如果已经有肾功能不全的迹象，医生甚至可能建议将每天蛋白控制在40克以内。洪医生还鼓励患者写饮食日记，把每餐吃了什么、多少都拍照记录，检讨蛋白是否超标，每日不超过5份，每份约等于1颗蛋或1两肉，并且要避开含磷、钾极高的食物，例如动物内脏、坚果、可乐、加工肉品等等。总之，高蛋白、高磷的饮食模式，能免就免，给肾脏减轻负担，就是在延长它的寿命，同时也远离因饮食不当诱发的癌症陷阱。习惯3，久坐不运动。你或许想不到，沙发和办公椅也是肾脏的慢性杀手。缺乏运动会引发一连串对肾脏不利的变化，体重上升、腹部脂肪囤积、血压升高、细胞对胰岛素变得迟钝，
也就是胰岛素阻抗增加，这些正是导致慢性肾脏病的三大主因：肥胖、高血压、糖尿病。可惜现代社会大部分人都缺乏运动。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但真正能达标的人寥寥无几。久坐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继吸烟、酗酒之后新的健康杀手之一。现代社会肾脏病患者激增，很大程度上就是生活形态病，吃得多，动得少，长期不运动，新陈代谢变差，血液循环不佳，肾脏也得不到充足的血流灌溉，工作效率自然下降。而且一旦罹患糖尿病、高血压，肾脏更是首当其冲，受害的器官高血压会直接损伤肾脏微血管，高血糖则会毒害肾小球，导致蛋白尿、肾功能下降。缺乏运动的人更容易陷入这些恶性循环。反过来说，规律运动几乎是对抗慢性病的万灵丹。研究指出，每周保持中等强度以上的运动，可以显著降低肾脏病风险，也能减少多种癌症的发病率。当你运动时，全身血液加速循环，肾脏得到更好灌流，废物代谢更顺畅。同时，运动还能降低慢性发炎状态，增强免疫功能，对预防癌症也大有裨益。有人可能会问，我工作忙，没时间运动怎么办？其实每天抽出30分钟，散步、慢跑或跳舞都行，每周至少坚持5天，给自己流点汗的机会。与其日后花几十个小时在透析室追悔，不如现在每周腾出几个小时给运动，让肾脏和全身上下都活络起来。千万别让沙发的温柔变成将来病床的枷锁。习惯4：熬夜睡眠不足。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充足的睡眠其实是最廉价却有效的保健品，对肾脏的保养尤为重要。现代人常常夜深了还舍不得睡，不是追剧打游戏，就是加班熬夜。然而，长期熬夜对肾脏的伤害可能超乎你的想象。睡眠是身体修复的黄金时间，包括肾脏在内，各个器官都会在睡梦中进行维修保养。如果长期睡眠不足，身体得不到充分休息，肾脏更是无法及时自我修复，久而久之功能下滑。此外，熬夜会打乱生理时钟，使应激激素如肾上腺素、皮质醇分泌增加，这些激素让心跳加速，血压升高，长期血压居高不下，对肾脏的伤害不亚于慢性毒药。同时，睡眠不足还会削弱免疫系统，身体清除突变细胞，也就是潜在癌细胞的能力下降。难怪研究发现，慢性熬夜的人某些癌症风险更高。可以说，夜夜熬，肾先倒，癌也笑。所以我们一定要刻意确保睡眠，把熬夜的借口统统丢掉，严格要求自己晚上11点前上床，确保每晚睡满6到8小时。睡得好，才能血压稳、血糖稳，让肾脏得到喘息恢复。有人也许心存侥幸，我年轻扛得住，但健康被透支，迟早要还。当你今晚为了多看2集剧而少睡2小时，或许你的肾脏细胞正悄悄悲鸣。请记住，每一次通宵都是在拿肾脏的寿命做交换，别等黑眼圈变成洗肾机旁绝望的脸庞时才追悔莫及。习惯5：饮食重咸重甜。俗话说，病从口入，我们每日3餐的选择决定了肾脏的命运。最后一个慢性杀肾的习惯，就是长期吃高盐、高糖、高油的加工食物。先说盐，盐分摄取过多会导致血压升高，而高血压正是肾病头号元凶之一。许多人觉得做菜多撒点盐没关系，但别忘了还有隐藏的盐。零食、酱菜、泡面、酱料，钠含量都吓人。肾脏长期泡在高盐水环境中，血压居高不下，肾小球的微血管在高压下逐渐硬化破损，肾功能就这样被一口口咸食蚕食掉了。而且世界上肿瘤高发的国家，例如日本胃癌发病率极高，就与高盐饮食有关。盐分过多会直接刺激并损伤消化道黏膜，诱发癌变。再说糖，含糖饮料、蛋糕、甜点吃太多，不仅热量爆表导致肥胖，还让胰岛素长期处于高峰，诱发第2型糖尿病。糖尿病就像一头沉默的野兽，悄悄蚕食着肾脏。高血糖状态下，肾小球过滤压力大增，
肾脏组织逐渐硬化，同时高血糖环境也利于癌细胞滋长，因为肿瘤细胞最爱吃糖，难怪糖尿病患者的癌症风险往往高于常人。除了盐和糖，很多加工食品会额外添加磷酸盐来保摄防腐，这些隐形的磷更是加重肾脏负担的罪魁祸首之一。加工食品中的反式脂肪、添加剂、防腐剂等对肾脏和肝脏都是负担，也有潜在致癌性。试想，那些便利商店的香肠、火腿、洋芋片、含糖饮料，你吃得方便，满足了口腹之欲，却让肾脏天天帮你清理这些垃圾，最后不堪重负，提前报废。为了一时的口腹之欲，让肾脏承受长期的伤害，值得吗？而且加工肉类本身就是明确的致癌物，长期试吃培根、香肠不仅伤肾，肠胃也会出大问题。解决之道当然是刻意选择健康食物，远离垃圾饮食。清淡均衡的饮食益处已被广泛证实，富含蔬菜水果、高纤维、低钠低脂的膳食，不仅有助控制血压、血糖，也提供丰富的钾、镁等微量元素，有益血管健康，间接保护肾脏。相反，要尽量避免高油、高盐、高糖的加工食品以及含糖饮料，养成清淡均衡的饮食习惯，让肾脏少受伤害，也让癌细胞无处藏身。有人开玩笑说，护肾的食物很无聊，但其实等你真的踩到地雷，曾经再诱人的山珍海味都变得遥不可及。与其将来忌口无数，不如现在就对不健康的饮食说不。事实上，隐藏在零食中的盐糖陷阱不胜枚举。有肾脏科医师分享过这样一个病例，一位正在洗肾的中年男性，有天透析时血压突然狂飙到200毫米汞柱，吓坏了医护人员。追问之下才知道，他为了打发时间，一口气吃掉了一整包酸酸甜甜的山楂片零食。别小看这一包小小的零嘴，里头为了调味，竟添加了大量食盐和糖。患者摄入过量盐分后，血压瞬间失控，而他受损的肾脏无法及时排出体内这么多钠，只能苦苦承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许多看似平常的加工零食，其实都是肾脏的慢性毒药。以上5大习惯可以说是现代生活给肾脏挖的5个坑。如果你不幸中了多项，也别灰心，现在开始改还来得及。值得提醒的是，慢性肾病的早期往往毫无症状，等到出现泡沫尿、下肢浮肿、贫血、疲倦等明显异常时，多半已进入肾功能中后期。因此，除了调整生活作息，我们也要养成定期检查肾功能的习惯。一次简单的尿液检验就能及早发现蛋白尿的苗头，验血则可透过肌酐、creatinine 和尿素氮水平了解肾脏的过滤能力。特别是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或家族肾病史的人，更应该每年至少筛检1次肾功能，早发现、早介入，才能将肾损害扼杀在萌芽阶段。林女士正是在洪医生的指导下，把上述5个坏习惯一一扭转过来。她开始认真计算每日饮水量，不再放任自己口渴。她严格限制蛋白质摄入，每天蛋白分量不超过5份，多余的肉类用蔬菜替代。她戒掉久坐，每天傍晚坚持快走半小时，周末也加强运动。她强迫自己晚上10点就寝，终于告别了熬夜追剧。她还彻底清理了冰箱，把高盐腌制品、含糖饮料通通丢掉，换成新鲜食材和健康饮品。短短几个月，这些刻意养成的好习惯，就让他的肾脏迎来了惊喜转机。然后还有一件小事，也许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者说拯救肾脏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就是洪医生额外叮嘱他每天要做的事：喝上1到2杯不加糖不加奶的黑咖啡，而且在咖啡里加上一样东西。听到这里，你可能和林女士当初一样困惑，咖啡？肾不好不能喝咖啡吗？加的又是什么？其实近年越来越多研究证实，适量的黑咖啡对肾脏不仅无害，还有意想不到的保护作用。黑咖啡富含多种天然抗氧化物质，例如绿原酸、咖啡多酚以及大家熟知的咖啡因。这些成分具有抗氧化、抗发炎和促进新陈代谢的效果。这些抗氧化物质能帮助清除体内过多的自由基，减少细胞受损和发炎，
对预防肾脏硬化和细胞癌变都有一定作用。每日适量饮用1至2杯黑咖啡已被观察到可以改善肾脏的血流量，降低慢性肾脏病的风险。有营养专家曾盘点护肾饮品，黑咖啡名列第2，仅次于白开水。可见科学界早有证据支持咖啡对肾脏的好处，只是许多人还停留在过去咖啡伤肾的迷思中。同时，咖啡因有轻度利尿作用，帮助身体排水排钠，这对控制血压和减轻肾脏负担都有好处。此外，长期喝咖啡对肝脏也有明显的保护效果。适量咖啡可减少肝硬化发生率，甚至降低肝癌风险。换言之，黑咖啡不仅护肾，同时也在默默守护着肝脏的健康，从另一个角度帮助我们远离癌症。更神奇的是，洪医生的秘方不只停留在喝黑咖啡，他还告诉林女士，在黑咖啡里加一支特级初榨橄榄油，这听得他一头雾水，咖啡里加橄榄油，没听错吧？各位观众，也许你也感到惊讶，其实咖啡加油并非首次出现，健身圈里早就流行过所谓防弹咖啡，把奶油或椰子油加入咖啡中，以增加饱足感和能量供应，据说能减肥提神。然而，主流医学并不推荐传统的防弹咖啡，因为奶油和椰子油含大量饱和脂肪，长期饮用可能对心血管造成负担。洪医生此次提出的，则是一个升级版的健康咖啡配方，用橄榄油取代奶油。为什么选橄榄油？因为特级冷压初榨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种好油对心血管有益，特别适合有高血压、糖尿病、肾脏病等慢性病风险的人群。同时，橄榄油中含有的多酚、维生素 E 等抗氧化剂，正好与咖啡的抗氧化成分相得益彰。换句话说，黑咖啡本来就具有护肾抗氧化功效，加上一勺橄榄油，这液体黄金等于将咖啡的健康效果双重增强。更妙的是，橄榄油咖啡不仅营养加分，连提神效果都更上一层楼。原因在于咖啡中的主要有益成分，如咖啡因、绿原酸等，原本是水溶性的，进入体内后代谢速度快，咖啡因浓度上升快，下降也快。所以有些人喝了黑咖啡没多久，提神效果就减弱，需要一杯接一杯续杯。而把橄榄油加入咖啡并充分乳化后，这些水溶性成分会被微小的油脂颗粒包覆，形成类似微脂囊的结构，使它们的吸收和代谢变慢，且更容易穿透细胞膜进入组织。简单比喻，我们等于给咖啡的有效成分穿上了一件油脂做的隐形斗篷，让它们在体内停留更久，作用更深入。结果就是一杯橄榄油黑咖啡可以带来远超普通咖啡的持久提神与代谢提升效果，你的精神振奋得更久，运动表现更佳，新陈代谢率提高，也意味着血液循环加强，肾脏获得更多滋养。如果说普通咖啡只能轻度护肾抗炎，那么橄榄油咖啡就是双剑合璧，威力翻倍。当然，咖啡加油听上去新奇，制作上有个小窍门，一定要将它们充分混合乳化，才能喝出美味和功效。如果你直接把1匙橄榄油倒进黑咖啡里不加搅拌就喝，会发现油脂浮在表面，口感滑腻怪异，健康效果也大打折扣。洪医生建议最简单的做法是用小型电动奶泡器在咖啡中高速搅拌10几秒，把橄榄油打得像拿铁上的奶泡一样融合进咖啡。没有机器的话，也可以将咖啡和橄榄油倒进密封的保温杯中，用力摇晃20-30秒达到乳化。总之，关键就是要让油和咖啡充分结合，变成均匀乳化的液体，这样喝起来香醇顺口，表面还会形成一层细致绵密的油脂泡沫，宛如一杯精品拿铁。但要注意，一定要选用特级冷压初榨橄榄油，因为它完整保留了丰富的多酚等天然抗氧化成分，一般精致橄榄油则缺乏这些营养。另外，建议热饮橄榄油咖啡，因为冰咖啡容易让橄榄油凝结成细小脂肪粒，不易乳化，而且橄榄油有润肠作用，冰饮可能引起腹泻。李女士当初也是每天早餐后，趁咖啡热腾腾时，加入橄榄油搅匀，一杯健康又提神的橄榄油黑咖啡就新鲜出炉了。如此坚持3个月下来，她感觉精神状态比以前好了，
原本饭后血糖常飙高的情况有所改善。更令人欣慰的是，复诊时肾脏各项指标大幅好转。黑咖啡搭配橄榄油，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种种健康生活习惯，联合作用之下，它几乎逆转了糖尿病肾病变的早期损害。这真是给所有慢性病患者上了生动一课，生活习惯就是最好的药。如果我们能及早改掉那些慢性杀肾养癌的坏习惯，并善用自然食材的力量来护肾抗氧化，身体将展现出惊人的自我修复潜能。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日常生活中有5大习惯最伤肾：长期喝水太少，让肾脏埋在毒素堆里；饮食蛋白过量和高磷高钠，让肾脏不堪重负；久坐缺运动，让肥胖、高血压、糖尿病一齐上门，联手摧毁肾源；熬夜睡不够，让肾脏得不到休养，还诱发高血压和免疫力低下；以及试吃高盐高糖的加工食品，让肾脏天天加班处理钠糖和添加剂，把自己累垮，也给癌细胞创造了温床。相对的，护肾的5大金律则是充足饮水、适度控蛋白及电解质摄取、规律运动、优质睡眠、健康清淡饮食，再加上一招终极秘籍，每天1到2杯加了初榨橄榄油的黑咖啡，你就在给自己的肾脏穿上坚固的保护甲。需要提醒的是，咖啡虽好也不可过量，通常建议成人每天咖啡因摄取不超过约400毫克，约莫2大杯美式咖啡的量。当然，并非人人都适合橄榄油咖啡。如果您对咖啡因特别敏感，容易心悸，或是肠胃较弱，喝咖啡会腹泻，那就要谨慎尝试。另外，没有胆囊的人，由于胆汁储存功能改变，第一次饮用时也应从小量开始，确认无不适再逐步增加。任何保健方法都不是一成不变，适合所有人的，量身调整很重要。总之，喝咖啡也要适可而止，循序渐进。如果您平时不太喝咖啡，可以先从小杯开始适应。对咖啡因有心悸等不良反应或医生不建议的人，就以医嘱为准。透过林女士的故事，我们看到，只要下定决心改善生活，肾脏病变的轨迹是有机会被扭转的。即使您现在肾功能正常，也千万别让这些慢性坏习惯悄悄侵蚀您的健康。要知道，我们的肾脏每天默默为我们处理垃圾，平衡内环境，从不含苦。但当它抱怨时，往往就是亮起红灯了。别等到脸肿、脚肿、小便起泡才警觉，那都是肾脏发出的求救信号。现在就开始爱护您的肾吧，多喝水，早睡觉，动起来，管住嘴。还有，别忘了偶尔来一杯香浓的黑咖啡，记得加一匙橄榄油，这关键的一笔。这杯护肾咖啡或许口感特别，但想到它对您肾脏和整体健康的益处，就会发现这点风味的改变微不足道。3个月后，也许您的身体会给您一个大大的惊喜。最后，想象一下未来的自己，有2种截然不同的场景。一种情况下，您维持着今天的不良习惯不变，可能因长期饮食作息不当，肾功能持续下滑，最终不得不面对透析洗肾的阴影，每周奔波医院，身心俱疲。另一种情况，您从现在开始调整生活，2年后肾功能不仅没有恶化，甚至稳中有升，您依然精神饱满的工作生活，回头庆幸当初做出了正确的改变。2种未来，哪种是您想要的？答案不言自明，所幸现在一切还来得及，只要下定决心，改变就从今朝开始。各位朋友，不妨检视一下自己的生活，以上这5种伤肾习惯，您中了几项？又是否愿意从现在开始逐步改正？肾脏虽沉默，但它的命运始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现在就行动吧，改掉坏习惯，养成好习惯，让2颗肾脏都能健康的陪伴我们一辈子。肾好，人生更好。